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本期视频我们继续探讨《道德经》第9章的智慧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浩瀚文献中，这是一段看似平实却内蕴深厚的文字。短短5行之中，老子提出了关于节制、自知、功成身退的哲理。其思想既是对人生处世的警醒，也是对天道运行的深层体悟。让我们逐句细读，拨开文字的表层，探索其内在的精神逻辑与实践智慧。这一章开篇说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”此句中的“持”是指人对于事物的把握与掌控，“盈”是充满，是达到极限而已。在这里不单是停止，更是适可而止的意思。整个句子的意思是说，若一味地追求持守，并使之达到极致，不如在适当时候停止。这种说法看似劝人知足，其实更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对满的反思。在古代文化中，满并非一个中性的词，它常常与危险相关联。上书中有满招损，谦受益之说，易经也言亢龙有悔，皆是在强调事物走向极端必有反噬。老子强调的不是简单的停止行动，而是在动态中掌握分寸。当一个容器已经装满，再继续倾倒反而会使其溢出。当一个人掌控的事物已经达到极限，还要执意维持，不但无法长久，甚至容易造成毁灭性的后果。因此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既是对行为边界的提醒，也是一种顺应自然节奏的智慧。接着，老子说：“追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”这里的追有捶打、锻炼之意，锐之使其锋利。整句话就是说，把刀反复捶打使之锋利，终究无法保持其锋芒。这是个非常生动的比喻。刀再锋利，也有磨钝的一天。若不断打磨，只会使其更快耗损。从这个比喻中可以延伸出一个重要观点：任何事物在被不断强化和极限推动的过程中，必然走向衰减。所谓不可长保，并不单指外物，更指人力无法与自然规律对抗。在现代社会，这句话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。我们常常追求极致，比如追求极限效率、完美业绩、超额回报。但正如不断磨刀终将使刀破裂那样，任何过度的追求都潜藏着风险。一个企业若永远不满足于稳定利润，而不断借贷扩张、压缩成本、掠夺资源，那即使短期内锐不可当，也必将迎来结构性崩溃。同样，一个人若拼尽全力，不断挑战极限，终有一日会因超负荷而身心俱疲。这种模式无法长保，最终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。接下来的一句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”，看似是在谈财富，其实仍然是上面逻辑的自然延伸。金玉象征着物质财富，而满堂意味着极致的富有。老子说，这样的财富是无法真正守住的。不是说财富一定会被偷走，而是财富所带来的欲望、权力斗争、嫉妒、侵害，这些外在之敌与内心之贼，才是真正难以防范的。正如历史上众多王朝盛极而衰者比比皆是，非因缺乏财富，而是富有之下欲望滋生，矛盾丛生。从心理角度而言，越是拥有，越是恐惧失去；越是满堂金玉，越是焦虑难安。人的心境很难与财富同等增长，反而常因过多牵挂而难以放下。因此，老子并不是反对财富，而是反对对财富的执着。拥有财富并非问题，关键是能否以平常心面对财富的聚散。守不住的并不一定是金玉，
而是人心中那份不知节制的占有欲。紧接着，老子说道：“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”这一句将前几句内在的逻辑再推进一步。若一个人因拥有富贵而傲慢骄纵，那么他的结局将是自我招来祸患。这里的自遗其咎，即是自我造成过错和祸患。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屡见不鲜，很多人因突然致富、权力加深，变得目中无人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最终往往因失去警惕而陷入困境。在政治领域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中最常见的失败路径之一，便是富贵而骄。秦始皇统一六国，本可开创千秋大业，却因自负骄傲、滥用行政，迅速引来亡国之祸。而汉初的刘邦，反而在立国之后知进知退，采取无为而治，才有文景之治的局面。这说明，是否拥有富贵，并不决定命运。是否以谦卑之心对待富贵，才是决定长久之道的关键。这一章的收尾是最耐人寻味的一句：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”这里的功遂是指事情成功、目标达成；身退是指功成之后主动退居，不再居功自傲。老子说，这样的行为符合天道。所谓天道，不是某种神秘力量，而是宇宙运行的常理。天地自然运行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万物有时，有节有度。这种周期性与退让之道，恰恰是自然得以长久的秘密。人若能顺应天道，在完成阶段性目标后之退而不恋功位，方可无患无忧。这句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。从周文王礼贤下士到诸葛亮攻城不居，从王羲之隐居山林到林则徐被贬后依然保全人格，都体现了身退的智慧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不仅是一种政治上的策略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当一个人能够在高潮处优雅谢幕，而不是执意留恋舞台中央，那种自我节制与价值感，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。我们不难发现，第9章的5句其实环环相扣，逻辑清晰。有持盈而不已，讲到锐不可保；有财富难守，推及骄矜招祸；最后以功成身退，皆是天道之理。这是一整套关于适度与节制的哲学主张，它不仅关乎人类行为的边界感，更是对现代社会过度追求的深刻批判。今天，我们身处一个被效率驱动、被欲望驱动、被成就焦虑压迫的时代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老子提出的这些看似保守的观点，反而成为了抵御内耗、保持内心清明的药方。越是在风口浪尖时刻，越要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真意；越是在拥有一切时刻，越要意识到知止不殆的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老子并不是一个悲观者，他不是要人放弃，而是要人懂得度。不妄为，不妄取，不妄守，不妄进，这4个不妄是第9章背后的精神核心。人生在世，不可能永远处于高峰，能够在适当时候收手，并不是软弱，而是对天地规律的深刻体悟。在这章的末尾，老子用了天之道来概括前面的所有思路。天道是什么？是一种持续运行而不倦，一种给予万物而不争的状态。它看似无情，实则至情；它不偏不倚，却也无处不在。如果说人间之道充满张力，那么天之道便充满张弛之间的智慧。那么，当我们理解了功遂身退的智慧之后，也许会产生新的问题。如果退是一种道，那么柔又会是怎样的一种道？老子在接下来的篇章中，将继续展开对柔弱胜刚强的深入讨论。那种看似柔软，实则无敌的力量，将成为他对天道理解的进一步延伸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
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